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常常在现实生活中称赞一个人有富贵相，或者是有钱人相，但是实际上怎样的面相才是真正的富贵人相呢？今天就让大佬带领大家一起从面相图的角度一起来解密一下有钱人的面相特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一、鹅蛋脸，眼睛黑而圆。从脸型来看，如果一个人的脸属于是鹅蛋脸型，眼睛比较黑圆的话，这种人一般聪明灵动，心态乐观，笑起来非常有人格魅力，对于异性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而且性格开朗，有着很强的人际交往能力，特别容易相处。不仅婚姻感情方面比较顺利，而且在事业方面也容易得到贵人的相助，因此经济方面也比较的宽裕。二、耳白过面，耳垂朝口。相书中有云：问富在鼻，问名在耳。耳朵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智慧高低和名声好坏。如果一个人的耳朵长得较为白润，且耳垂向前朝着嘴角的方向的话，这种人一般天资聪颖，智商非常的高，而且从小能够受惠于祖上的余荫的庇护，学习能力非常强，很有才华，年轻时便能够获得不俗的成就和名声，一生财运和福气厚重，属于难得的福禄之相。三、眼皮一单一双。眼皮一双一单的话，在面相中也称之为龙凤眼。龙眼主官运，凤眼主财运。从相学的角度来分析，这种人一般属于大富大贵之人。这种人一般性格非常好，待人随和宽厚，富有爱心和包容之心，懂得为他人着想和考虑，非常的善于体谅他人，而且性格坚毅，目光长远，做事既有耐心，也能够坚持，能屈能伸，福气厚重，一生运势比较顺达，在事业方面往往能够大有作为。四、面带三亮。这里说的三亮主要指的是眼神、鼻头和额头。眼睛为一个人精气神的凝聚之所，鼻头又称财帛宫，主一个人的心性和财运，额头主智慧和心胸。拥有三亮面相特征的人，一般头脑聪明，心胸开阔，目光长远，做事很有规划，而且心性坚定，做事坚定认真，所以事业方面往往会有很好的发展，而且偏财运较旺，钱财不请自来。五、有弯月眉。弯弯的眉毛是每个女人所向往的，如果是一个男人长有一对弯弯的眉毛，则是一个性情温和之人。这种人不会随便乱发脾气，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身边会有很多的好朋友和生意场上的合作伙伴，有着常人不具备的贵人缘，事业做得顺风顺水，家庭上会找到一个贤内助，一生事业家庭双丰收，有着花不完的金钱，走到哪里都会找来羡慕的眼光。六、眉毛修长，眉尾向上。眉毛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情和人际关系。如果一个人的眉毛修长且眉尾向上的话，首先看上去显得比较有气势，外貌也比较的清秀好看。这种眉相的人大多性格非常的开朗乐观，头脑也非常的聪明灵活，应变能力非常强，而且心思非常的缜密，非常的喜欢思考和学习，感情也比较丰富，家庭观念比较重，在事业上容易取得不错的成就，属于难得的贵相。其眉清目秀。眉毛代表着性格的脾气，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和心态。如果一个人的眉毛清秀，眼神明亮有神的话，这种人大多是非常的聪明，头脑非常的理智，而且内心善良，待人宽厚，包容心比较强。每逢遇到困难，不逃避不退缩，总是想尽办法去解决，并且能够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心态乐观而积极，善于发现和把握机遇，一生好运不断，事业上必定能够飞黄腾达。八、颧骨高耸有肉。颧骨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权力和欲望。颧骨高耸无肉的话，性格方面比较的强势霸道，也非常的骄傲。而如果颧骨较高且肉包裹着的话，这种人一般意志力比较坚定，也很有主见和魄力，个人能力非常强，而且具备很强的管理能力，为人处事方面也很有手段，善于表现，也善于展示自己的优势，在事业或工作中往往能够脱颖而出，天生财运比较好，既能够赚钱，也能够存钱，也能够获得身边人的幸福，很有威望。九、地格饱满。地格也是下巴的部位，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为人处事的态度，积蓄钱财的能力和晚年的福气。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饱满而开阔的话，代表着财库丰隆，这种人一般财运极好，蓄财能力也比较强，而且性格温厚大方，
做事认真负责，人缘非常的好，也懂得关心人，懂得为他人着想。身边的朋友较多，遇到困难时都会有朋友出手，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一生富贵，晚景无忧。10. 耳高于眉，耳朵代表着一个人的智力、早年的运势和福气，尤其是14岁以前的运势。如果一个人的耳朵位置长得较高，耳朵上沿超过眉毛尾部的话，这种人大多是智商较高，头脑非常的聪明，学业运特别的好，而且从小人家境也比较好，生活非常的顺利。这种人还非常善于利用自身的长处和优点，做事努力而坚持，能够不断的突破自己，很有理想和追求，年轻时便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和发展。不过这种人大多是心气高傲，容易听不进去别人的劝告，在事业和生活中容易吃亏。11. 法令纹较长，法令纹位于面部的鼻翼两侧的2道纹路，一般人到了中年，这2道纹路才会特别明显。如果一个人的法令纹的身长，则是富贵相，这种人会拥有着自己的事业，或者是某单位高层领导级别的人物。法令纹的身长能够威震天下，使众人服从，是一个事业强人，容易赚钱，存下足够的金钱，使自己晚年有保障，晚年金银满布，有福气。12. 田宅宫丰满，眉毛与眼睛之间的部位在相学中也称为田宅宫，左眼为太阳，右眼为太阴。田宅宫顾名思义，田指田地，宅为房屋，代表着固定资产。如果一个人的田宅宫长得宽阔丰满的话，这种人一般心胸开阔，心态非常的好，特别适合从事一些投资行业，而且善于积累财富，在事业方面往往能有不错的成就，在金钱方面也能够积少成多，成为非常富有的人，财运非常的好。13. 额宽饱满，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头脑智慧、事业运势和贵人运。如果一个人的额头长得宽阔而饱满的话，这种人头脑非常的聪明，考虑问题比较全面，目光非常的长远，而且心胸开阔，为人处事方面很有气度，思考力、判断力和决断力都非常强，人缘也特别的好，贵人运旺盛，容易得到贵人的相助，能够获得良好的名声和事业，身边的机会也比较多，尤其是25岁左右的这段时间，容易获得成功。14. 耳垂长痣，耳朵在面相中为福气的象征，若是在一个人的耳垂的位置长有节制，则这样的人天生的福气旺盛，心地也会非常的善良，无论是对谁都会非常的尊重，也能够得到佛祖的庇护，惹人喜欢，一辈子家大业大，钱财大旺，注定能够赚得盆满钵满，生意也会非常的兴隆，而且这样的人本身的财运比较旺，也能够带旺身边的人一起发财。脖子后边长痣，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脖子后边长有极痣，被称为是靠山痣。在相学中，这样的人智商情商比较高，非常懂得人际交往能力，有自己赚大钱的本事，而且个人的能力也会非常的出众，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脱贫致富，得到贵人的帮助，处事非常的圆滑，别人也会非常的喜闻乐见，在生活中的经历的压力困难也会非常的小，一定会能够顺风顺水。以上的这15种面相，只要占一个，那么在生活中一定是不缺钱花的。如果没有以上特征的话，也不要灰心，毕竟有钱人总是少数的。相由心生，有福气的女人从面相就能看出来。福气还有多层意思。据记载，民俗中的福气的意思是好运、幸福的意思。脸圆的人在相学上主金水，对人际关系及财运都有加分的作用。那脸不圆的运势又如何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分析方脸的人命运如何。首先来看方脸女人的分析。1. 方脸的面相细细，拥有方脸的人身上都有一种给人很稳重的感觉，但若是女性就少了那么一点温柔范，不能给人一种刚柔并合的感觉，导致拥有这种脸型的女性都很难找到心仪的另一半。不过有一点却是广大人群都认可的，他们的做事态度很是热衷和认真，做事的能力可以让自己在岗位上得心应手，不过也因为自己不太懂得与人相处而遭遇困难与磨练，只能在不断的沉淀当中成长而学为圆滑。2. 方脸女人的主要特征。方脸的女人多为不拘细节，直爽开朗，而且具有一种气度，在正事上能够让人感受到稳重以及威信，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在带领能力上也是具备着民众号令的魅力，拥有极高的卓越感，智勇双全，反应快捷，很具备创造力和逻辑力。在管理和沟通上也是他的专长，只不过也许能力太强，不自觉就会将自己的身段抬高，从而很看重个人的荣耀与地位，同时也很害怕自己会输，而让自己固步自封，恰恰把更好的机会丢失。但这种人也是带有善良的一面，那就是他们都很重情重义，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类型。若能领会运用集体的力量，往往可以让自己独占鳌头。3. 芳脸女人是否旺夫？答案是的。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拥有芳脸的女人大多乐观豁达有远见，也有贤妻良母的范儿。也许正因为拥有多次的履历和资历，从而让芳脸的女人拥有更多的内在美，在为人上会更加简单温顺，更懂得包容与体谅他人，更让自己在聪慧和稳健上比别的女人更胜一筹。也正因为这样，也让自己能够见闻广博，也能够偏爱而忠于自己真正的感觉，不会因为社会的变化使自己变得爱慕虚荣，甚至迷失自己。另外，拥有这样脸型的女人更懂得精挑细选，也懂得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因此能在大千世界里独具慧眼，找到那个万里挑一的好男人。你们说这种女人能不旺夫吗？4. 芳脸的女人有福气吗？其实如果一个男人能够找到这样的另一半，是这个男人的福气，因为拥有这样面型的女人一般都是很容易满足，总能淡然处之，大公无私，这是十分可贵的品性。而且在生活当中，不管遇到什么挫折与困难，都不会财迷心窍，过河拆桥，更不会因为另一半处在逆境中就置之不理或划清界限。也正因为芳脸女人的性格，若能跟你在一起，不管你是辉煌腾达还是落魄无助，她都会在你身边不离不弃。她知道只要爱你，选择你，就已经做好接纳你一切的准备，跟你在一起，不管贫穷还是富有，艰辛还是幸福。但有一点要提醒，就是不要让他们对你有任何一丝的失望，让他感到失望，就等于你选择对他放手。说完了芳脸女人，芳脸的男人面相好不好呢？芳脸的男人有着让旁人觉得很严肃的脸，而这种脸型的男人面相命运如何呢？1. 芳脸配耳垂珠。芳脸面相有多疑的性格，性格强势而爱欺负人，事业上能够坚持到底，往往多成功。如果芳脸配耳朵有垂珠，则善于策划与前期铺垫，能够以温和态度处事，并且一生多智慧聪明。2. 国字面多固执。国字面的人固执而任性，很难听进别人的建议，腮骨阔，吃苦不灰心，所以腮部发达的国字面人能够坚守自己的岗位，不论多么艰苦也不会动摇，因此国字面人多成功。3. 国字多做官。国字面的人做事有坚持而忠诚，一生都会忠于自己的事业，忠于自己跟随的人，所以国字面只要在名利场就一定能做官。但是国字面也有不足之处，就是会被自己的一手提拔起来的人背叛，应该谨慎防备身边的人。4. 四方脸配坚挺鼻。国字面配鼻梁挺直的男人，有这种面相的男士，不仅在事业上面有很高的成就，而且在财运上面也是有很大的前途的，往往成为一名具有代表性人物。这一类男人也是每个女人所要去争取的，成为世界上幸福的女人了。这样的男人比较重家庭观念，而且事事都要亲力亲为。5. 四方脸配浓眉。这样面相的男人不仅事业成功，而且重感情，无论是家庭还是与人交往，首先义字当头，
你敬他1尺，他还你1丈，只是脾气秉性不好，容易动怒冲动，但不失原则性，一生财运好，但不重享受。6. 四方脸配嘴角上翘。方脸男人做事刚毅果决，但缺乏温和气息，而一旦配上嘴角上翘，则刚柔相济，这样的男人行事有规范，而处处显出君子之风，财运如意，有贵人提携，做官多不负重。四方脸再加上嘴角上翘的话，这样的人的事业会很早成功。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样的人的性格比较温和，气质比较高贵。7. 国字面多成功。四方脸又被称作为国字脸，大多国字脸的男人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刚毅、棱角分明。其实在面相中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有四方脸的男人大多都是成功人士，他们表面虽然都比较刚毅，相处时间长了给人的感觉踏实肯干，因此而导致他们的人缘都比较好。而人缘越好，在事业和财运上面就会有越多的人来帮助他，因此贵人也会较多。所以说一般四方脸的男人都是成功人士。相学中有云，面无善纹，就像面无善痣一样，面上有纹皆为凶。今天大佬就为大家介绍18种比较常见的面部凶纹，一起来看看吧。1. 颧骨有破犬纹。颧骨被称为权力之骨，代表着一个人的欲望、野心、性格和成就。如果眼睛下方有斜纹横穿到颧骨之上的话，在相学中即被称为犬纹。颧骨代表着一个人的主见和魄力，这种人一般很有想法，但是意志不坚，导致事业不稳，容易导致权力和钱财方面的丧失。女人破犬纹主克夫，男人破犬纹主官司。2. 鱼尾纹多者。鱼尾纹位于眼尾鱼眼尾处的位置，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夫妻运势与婚姻运势等。而一般鱼尾纹的位置长得杂乱无章，看起来杂纹长得比较多，则这样的人对待个人的感情非常的不专一，破坏夫妻间的感情生活，而且出轨的几率非常的高，常常会出现破财败运的说法，所以注定这样的人家庭事业都不顺利，一生受苦受累。3. 嘴边多纹如戳囊。嘴巴代表着一个人的享受欲和对待感情的态度。如果一个人的嘴角附近纹路较多的话，这种人一般心气高傲，不会轻易的服人，为人骄傲自大，缺乏学习精神，心态放松，喜欢在背后说人是非，一生比较的穷苦，晚年也是非常的悲苦凄凉。4. 眉毛中有纹者。眉毛在相学中为财帛宫、兄弟宫、情人宫和保寿宫，代表着一个人的脾气、感情和人际关系。如果一个人的眉毛中间有纹的话，代表着财运不畅，容易造成投资失败，钱财损失较多，也容易交友不慎，容易被这些朋友坑骗或者是陷害，比较倒霉，命中刑克兄弟，与兄弟姐妹的关系也比较的紧张。5. 额上华盖纹。华盖为孤独之心，仅有一条，尾纹上翘且不能中断，长有此纹者一般性格比较的极端，刑克配偶，晚年缺少照顾，子女多不孝，生活比较凄凉，晚年生活非常的无望。虽然个人能力非常强，但是一生辛劳，纹越重则越容易陷入孤独。6. 泪堂有井字纹。所谓的泪堂就是我们所说的卧蚕，若是在泪堂的位置上长有井字纹，被称之为三阴三阳。所谓的三阴就是指泪堂又称为三阴三阳，三阴即太阴、厥阴、少阴，三阳即太阳、阳明、少阳。一般长有这样恶纹的人，子嗣不兴，尤其是在眼小的纹路纵横交错，更是3代少子孙，子女运势不会特别的强，没啥大的出息。7. 破犬纹。所谓的破犬纹，就是有纹路或者是斜纹穿过颧骨，而颧骨在面相中代表的是权势和财势的。一旦有斜纹穿破颧骨，要么就是有小人上门，阻遏自己的升迁之路，板上钉钉的事情会泡汤，或者是最近有破财的事情发生，主刑克自己的伴侣，有官司缠身，与人发生经济纠纷。8. 法令纹有断裂。
法令纹是指从鼻翼向嘴角外延伸的纹路，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权力与统御能力等。一旦法令纹出现断裂，或者是有明显的断节，则这样的人命中主破败，刑克自己的伴侣，而且一般这样的人败家破财，赚钱赚得非常的辛苦，一辈子都是非常的辛苦劳碌，也赚不了啥大财。无论是男女都是有劳碌命。9. 肩门有纵纹。在相学中，若是肩门的位置长有纵纹，被称之为肩门举枪，尤其是纹路看起来非常的清楚明亮，则这样的人夫妻生活也不是特别的美满，夫妻间的关系也会非常的紧张，夫妻间的矛盾争执也会非常的多，离婚的几率也会非常的大，夫妻间的生活不美满，一辈子都过得比较辛苦，容易有多婚命。10. 额头有燕子纹。所谓的燕子纹就是指在额头上的乱纹与杂纹，而拥有此种纹路的人，一般的情况下，自己早年的运势发展不会是特别的强，天生就是劳碌命。他们一般的情况下出生的条件运势不佳，无论是做什么，个人的发展都不是特别的好，而且此人凡事都得依靠自己，早年父母靠不上，晚年儿女指不上，注定一生辛苦奔波。11. 额头有悬针纹。悬针纹是在两眉的正中间，外形像竖着的针，长有悬针纹的人非常记仇，性格顽固，没有包容性，凡事都爱斤斤计较，吹毛求疵，而且经常疑神疑鬼，不管什么事情都觉得是他人对不起自己，和别人一旦发生了争执，就喜欢暗地里报复别人。此纹平常是看不出来的，只要是爱皱眉时出现的人，主劳心劳碌，不光是夫妻生活会遭到影响，而且人缘也不好，跟哪个都合不来，所以有很多孤老的贫穷老人都长有悬针纹。12. 山根有横纹。山根位于两眼之间的鼻梁处，若是在山根处有横纹，则这样的人事业受阻，中年运势不强，甚至还会影响到做自己的身体健康。在山根处断裂，或者是山根处的杂纹较多，则这样的人做事毛躁，凡事都会以自己为主，一点是非观念也没有，对婚姻不利，很难获得幸福。所以无论是男女，山根处一定要有丰隆饱满才行。13. 抬头纹早泄。抬头纹就是指在额头上的纹路，常常许多人一抬头就能够看得到。多看中年的运势，但若是年纪轻轻就长了不少的抬头纹，看起来非常的杂乱，则一般这样的人自己的福气运势不佳，个人也没有啥的大智慧，甚至早早的就辍学赚钱，一生都在底层工作打混，很难会有出头之日，所以他们握住的钱财不多，自己的事业也很难会有好发展。14. 鼻梁有乱纹。鼻子主财，代表的是一个人的财运与事业运势的，而且鼻子在相学中更是有财帛宫、极恶宫的说法，所以在鼻梁处的位置长有杂纹或者是恶痣，都会严重影响到一个人的财运与事业运势的，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会非常的不利，甚至还会因为疾病而引发贫困。所以这样的人一生都会过得比较辛苦，日子难有啥大的成就，庸庸碌碌的一生。15. 苦泪纹。与抬头纹早泄一样，苦泪纹就是指法令纹早泄，而且一般的情况下，拥有这样恶纹的人早早的就要为赚钱养家而发愁，而且这样的人一辈子都没有清闲的时候，结婚前需要帮助父母赚钱养家，结婚后则需要为妻子和孩子操劳一辈子，一点都不敢休息。而且拥有此种恶纹的人，个人的胆子也会非常的小，就算是有赚钱的机会，也会因为害怕失败而破财。16. 伤害纹。所谓的伤害纹位于眉头的左侧，是一条单独出现的纹路，长有此纹的人大多是心思非常的重，整天脑里装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容易被各种事情所干扰，导致情绪经常陷入到焦虑之中。这种人对情绪控制力非常差，一旦发起脾气来就会不管不顾，非常的冲动，容易做出一些伤害他人事情的行为，一生劳累而操心，性格沉闷不开心，日子过得非常的凄苦。17. 八字纹。所谓的八字纹指的是印堂部位长有2条如八字形状的纹路，长有此纹的人大多野心和欲望比较的强烈，但是个人能力不足，经常会给自己的属下一些很难实现的愿望，而且内心比较的纠结和矛盾，心胸也是非常的狭窄。
经常为了一点芝麻绿豆的小事计较个不停，搞得自己非常的忧愁和焦虑。男人有此文一生比较的窝囊，劳累而奔波，但是却难有什么成就。女人有此文嫉妒心和好胜心非常强，见不得别人好，内心非常的不安分，一生操劳而辛苦。18川字纹，如果印堂处长有3条竖直的纹路，看上去就像一个川字一般的话，称为川字纹。长有此纹的人大多是头脑非常的固执，做事不知道变通，想法容易不切合实际，做起事来也是眼高手低，能力不足却总想干一些大的事情，而且遇到困难就会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去开脱，内心戾气较重，情绪也是反复无常，喜欢推卸责任，人缘非常的差。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都知道，面相命理学上，女人有克夫之说法。其实相对而言，男人一直也有克妻之面相一说，只是古代女性地位卑微，凡事讲究3从4德，故此面相理论一直无法摆上台面。如今女性地位已然发生翻天覆地之变化，今天大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克妻男人的典型面相特征。恋爱尚可得过且过，婚姻上一定要宁缺毋滥，聪明的你可别看走眼了。1. 颧骨高耸，过于尖锐。面部上能够展现出一个人性格特点的特征有很多，其中颧骨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一般来说，如果颧骨高耸的话，说明男性的性格会比较刻薄尖锐，缺乏温柔以及广阔的胸怀。相学中将锐利的颧骨视为小人之相，当男人的颧骨看起来过于高耸尖锐的话，说明他们无法在恋爱中包容自己的爱人，即使在结婚之后，也往往会出现苛刻恶劣的一面，无法承担作为丈夫的责任。2. 肩门内凹，鱼尾纹明显。眼角后方的鱼尾纹除了代表着其人的年龄较大之外，也能够体现出命主对待爱情的态度不是很好。此外，鱼尾纹所处的位置较为靠近肩门，也就是夫妻宫，故而当男性在很年轻的时候长有鱼尾纹，同时肩门位置过于内凹的话，说明他们的婚姻运势不是很好，不像普通人在结婚之后能够迎来幸福与快乐。这类男性一旦结婚，那么个人的工作、健康以及财富收入都会逐渐走下坡路，并且还连累自己的爱人，算是运势克妻的面相特征之一。3. 头发与眉毛枯黄杂乱。虽说头发和眉毛这些面部上的毛发并不能够直观地展现出一个人的运势好坏，但如果男性的头发、眉毛、发质糟糕，且过于杂乱无章的话，说明其人没有好的身体，而且性格也比较散漫，工作缺乏条理，是一个缺少原则的人。这类人是很难在结婚之后给爱人带来幸福的，他们不仅会因为身体原因拖累爱人，也无法为家庭带来好的财富收入，所以说也是相学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男性克夫面相。值得一提的是，平时不爱打理头发、不注意形象的男士，绝对不是一个绅士。4. 夫妻宫深陷。面相上的夫妻宫位于眼尾的两侧，无论男女，但凡此处平满者，皆可得贤内助。而男人此处凹陷者，与妻缘浅难长久。相书上说，肩门低陷，常做新郎，
意指这种面相的男人很难从一而终，在婚姻的过程中给女方带来莫大的心理伤害。5. 山根有横纹，鼻梁山根处有横纹主，房妻克妻。相书说一纹为一婚，主损一妻，三皱为三婚，主损三妻。男人有此面相，本身就属于姻缘难觅之人，即使与人结婚也有行克之苦。6. 面大而鼻小，书曰面大鼻细，终身艰辛。此面相的男人财运低迷，与这种面相的男人结合，女人会活得异常辛苦。而且鼻小的男人也多为尖酸刻薄之人，与他们一起生活，不仅物质生活难以满足，精神上亦会受到极大的伤害。7. 重眉压眼，眉为情缘宫，一个人的性情如何，看他的眉毛就知道了。眉粗而长，且有压眼之嫌的男人，面相属于暴脾气的人。在恋爱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竭力克制，但一旦生米煮成熟饭，他们的秉性就暴露无遗。稍有不顺心的地方，动辄就拳脚相加。这种男人纵使再有钱财也不能嫁。8. 眉稀，眉毛稀疏是对五官来说，一个人的眉毛稀疏，夜视仪横纵很不好的现象。而且如果一个男人的眉毛稀疏，代表着这个人很绝情，做事不会看人来脸色，而且是一个直男，一旦有了什么小脾气，就会让别人付出更多的代价。这种人很不好，会影响到自己的运势，也会影响到家庭的运势，到最后会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9. 鼻梁有疤痕，鼻梁是鼻子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鼻梁如有疤痕，说明这个疤痕是一道坎儿，很可能会过不去，而且大多数人都是被阻拦在这个地方。而且鼻子在面相中还有克星的意思，一个男人鼻子上有疤痕，很可能就是克妻导致的。这种人的妻子身体不好，会影响到人的事业、家庭状态，所以这种男人一定不要嫁，不然后悔都来不及，婚姻很不顺。10. 地格短小，地格是一个人的下巴，之所以俗称地格，就是一个人的财运在这个位置，能够看出此人的运势状况，能够反映此人的生活状态。一般下巴比较短小的人，运势都不会很好，而且如果是男人，还会有很不好的情况，对自己对家庭都是很不好。而且这种男人为人不好，心性比较乱，容易发怄气，脾气有时候还会家暴，很容易伤财伤人，得不偿失。11. 泪堂干枯凹陷，泪堂在面相中代表的是子女宫，若是男人的泪堂干枯凹陷，有深眼窝，则这样的男人子嗣后代凋零，常年就没有清闲的时候，为了子孙操劳一辈子，命中克子。而且有此面相的男人也会拖累自己的伴侣，自己也没有太大的本事，全是靠自己的妻子养活，日后也难享儿孙福，是克妻又克子。12. 人中歪曲，人中在面相中是生殖器官的外窍，代表着一个人的生殖能力大小等。若是人中歪曲或是长有恶痣，则这样的男人福薄命浅，身体体质较差，在家中总是拖累自己的妻子养活自己，没有正经的工作，常年在外面沾花惹草，做出对不起自己伴侣的事情。而且人中长得不好的男人子嗣浅薄，晚年更是居无定所，与自己的孩子
相处也不好。13. 山根长黑痣。山根就是指两眼之间鼻梁处的位置，上连印堂，下连鼻弓，代表的是男人的事业与财运等。若是在此处长有黑痣，则这样的男人事业受阻，经历的困难也会比较多，贫贱夫妻百事哀，更是矛盾不断，很难有幸福稳定的生活。日后若是与这样的男人结婚，不但受穷，还得受气。14. 眉头紧锁。在面相中，若是男人的眉头紧锁，总是一副苦瓜脸，凡是有什么事情都表现出来，这样的男人天生就窝囊没出息，遇到苦难就会往后缩，生怕会伤害自己。与这样的男人结婚，在外被人欺负也不敢抬头，很难有大的成就，一辈子过得辛苦窝囊，什么事情都指望不上他们。15. 眼睛无神。眼神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智慧与能力，若是双眼无神或是两眼浑浊，则这样的男人多半做事没有主见，常常容易受到他人的威胁，或者事业受挫，很难有好的发展机会，一辈子没有大的出息，日子过得艰辛。但是对身边的人总是非常的刻薄无理，只能让别人顺从他，否则就会对身边的人冷言冷语，在外吃亏，回家耍横，典型的渣男。所以这样的男人离得越远越好。16. 印堂狭隘。印堂位于两眉之间鼻子上方的位置，在相学中被称为命宫，属于面相12宫，象征着一个人的心胸气魄、运势吉凶、性格特征等。印堂狭窄的男人大多性格狭隘，爱占小便宜，凡事斤斤计较，不肯吃亏，自私自利，经常因为这种性格招惹灾祸。结婚后对待双方的感情很冷淡，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妻子，薄情寡义，令人厌恶。当然，相不独论，貌不单凭，毕竟命理中还有很多决定性因素，信命而不由命，知命而善用命，顺势改命才是解决之道，而不是觉得男人有了克妻面相就推倒自己的爱情婚姻，这样也是不对的。婚姻中的双方应该互相勉励，相亲相爱，才能建立美满的家庭。以上内容仅供参考，让情感懵懂的女人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人有千面，脚有多种，你有注意过自己的脚相吗？其实从一个人的脚相也是可以判断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和成就高低的。那从脚相来看，什么是千金脚万金命，什么是贫贱脚奔波命呢？今天大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看一下你属于哪一种。一、从脚型来看。一、罗马脚。罗马脚属于一种最常见的脚型，这种脚的重要特征便是大脚趾、二脚趾和中脚趾几乎平平齐，长短都差不多，没有明显特别长的脚趾。这种脚相的人大多内心非常善良，做事也比较勤劳和实在。如果脚趾总体长得都比较长的话，这种人际交往能力强，人脉广。如果脚趾普遍较短，则性情较为保守，但做事特别的实在，很能干，性格外向，非常的有魅力，有着很好的经商天赋。平时的话，适合穿一些圆头或方头的鞋子。二、方形脚。所谓的方形脚指的是五根脚趾的长短几乎相同，看上去平齐而方正。这种脚在相学中也称为农民脚。当然，这个意思肯定不是说这种人是农民的意思，意思是说这种人身上具有很多农民的优秀品质。这种脚型的人大多数是属于冷静而理智，懂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做事也是脚踏实地，就像种庄稼一样，做事很有规则，清楚地知道什么时间自己该去做什么事情，非常的踏实靠谱，容易赢得周围人的信赖和尊重，在事业上也容易取得不错的成就。三、希腊脚。所谓的希腊脚在相学中称之为火焰足，火焰的重要特征便是火苗的正中部位较为尖高，
而这种角相的重要特征便是二脚趾比大脚趾更长。这种角相的人大多非常有热气，做事积极。如果脚型偏瘦的话，这种人大多比较自我，虚荣心也非常强，做事非常的任性，没有责任心，晚年容易孤苦无依。若是脚型丰满软润，且脚掌纹路清晰出众的话，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精明，做事懂得创新和变通，特别善于利用自身的长处，容易得到朋友和贵人的相助，财富运较好，一生富足。4. 埃及脚。而所谓的埃及脚，其重要特征便是大拇指最长，从二脚趾开始呈依次递减的状态。长有这种脚相的人一般心思较重，注意保守自己的隐私。如果脚趾长得较为短粗的话，这种人对自我情绪的管控能力比较差，情绪非常的不稳定，做事容易冲动，容易在大事上犯糊涂，在小事上则比较霸道。若是脚趾长得细长的话，这种人一般很有素养和才华，表达能力比较强，善于表现自己，而且很有自己的态度和主见，对生活的品味较高，个性魅力非常强。2. 从脚趾来看。1. 脚趾光滑整洁。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脚趾长得光滑整洁，上面也没有杂纹与横纹等，则说明他们的身体体质非常的不错，而且这样的人人际交往能力比较强，心胸宽广，自己也会拥有自己的事业和金钱财富等，日后必定会得到一番更好的发展，一辈子都能够过得顺顺利利。2. 脚趾细长有力。一个人的脚趾长得细长有力，看起来脚相端正，而通常的情况下，拥有这样的脚相的人，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都会积极进取，他们野心大，事业心强，凡事都会100%的努力，一旦决定的事情就不会给自己留下遗憾，所以注定这样的人在事业上可以稳定的上升，而且他们的财运比较旺盛，就算是发再大的财，也是他们应该得到的。3. 脚趾紧密。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脚趾长得过于紧密整齐，中间也没有明显的缝隙，则一般的情况下，这样的人聚财的能力比较强，看钱看得非常的重，但是为人过于小气，但是他们不会缺钱花，属于有钱没钱都能把日子过得非常好的人。但若是脚趾的缝隙长得过大，而且脚趾比较短，则这样的人花钱也注定会是大手大脚之人，注定聚不住啥大钱，天生就是劳碌命。4. 脚趾坚薄。如果一个人的脚趾长得圆润且比较长的话，这种人一般意志力坚定，事业发展较好，会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一生福禄旺盛，生活富裕。而若是脚趾长得坚薄的话，这种人大多一生辛劳，但是容易多败少成，诸事不顺，事业和生活比较的坎坷，聚财能力比较差，一生漂泊不稳定，一辈子辛劳却难有大的突破，一直为钱发愁。5. 大虎拐。所谓大虎拐，指的是大脚趾旁边的那边脚骨外向突出明显，看上去就像一个虎拐一样。长有此种脚相的女人，大多内心非常的不安分，是不会满足于在家中做一个贤妻良母的，对于外部世界充满向往，容易经不住外界的诱惑，婚姻不够稳定。男人有此脚相的话，性格比较的外向，做事也非常的积极努力，往往能够成就一番事业，但是有克妻倾向。6. 脚趾短粗。如果一个人的脚趾较为短粗的话，看上去脚趾就会显得肉嘟嘟的。这种人大多非常的爱享受，比较注重生活的质量和品质，对于生活方式和饮食方面都有着自己的要求，个性方面较为保守一些，待人处事方面也比较的真诚，天生的热心肠，乐于助人，对待感情方面比较被动，总喜欢让异性来主动的关心和体贴自己，总喜欢那种被另一半主导的感觉。3. 从脚底来看。1. 脚底宽厚。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的脚底长得明显的宽厚，能够立得住脚，则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人社会地位比较高，个人的能力也会非常的强，有能力有担当，在事业上也必定会得到一番极高的成就。所以他们这样的人干啥事都是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人，日后也一定会得到更好的发展，能力运势自然不会太差。2. 脚底荣归。
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脚底的凹陷比较明显，能够握得下一只乌龟，则这样的人天生喜贵，命中有大富，而且凹陷越是明显，则福气也就会越是深厚，所以他们天生就是聚财之相，财力也会比较厚实，属于越老越值钱，日后也能够福泽自己的子子辈辈，至少3代人不用为金钱发愁担心，生活也会越过越好，福气深厚，财力也会比较深厚。3. 足如平板。在脚相中，脚掌部位也称为明堂，对人的运势影响比较大，此处易凹不易平。如果脚心部位内陷明显的话，代表着群山环绕，脚心存水，能存财纳福。若是脚掌长得非常平的话，在相学中也称平板脚。这种脚相的人大多心态过于乐观，喜欢幻想，做事不够踏实，事业上难有起色，财运较差，生活比较困窘。4. 足下无纹理。这里说的脚下纹理主要指的是脚心的纹理。如果一个人脚心处平滑无纹的话，是非常不吉利的。这种脚相也称为棺材板脚相，属于下之相，代表着根基不稳，容易招惹小人，身边的是非不断，遭到小人的陷害，导致地位和名誉受损，给自己造成非常坏的负面影响，从而对事业造成阻碍，财运也会受到损失和影响。5. 人字脚纹。脚底板的2脚趾与指弓之间的落位处，如果长有人字纹的话，是难得的大富大贵脚相。不过这种脚纹是非常罕见的，不过沾有此纹的话，属于难得的超级富豪脚相，命中还有大富贵，挣钱能力非常强，善于理财，能够积累丰厚的财富。7. 脚下旋纹。所谓的脚下旋纹，主要是指脚心部位出现漩涡形的水波纹。这种人大多性格开朗，口才非常好，有着很好的沟通和交际能力，善于结交朋友，也特别喜欢表现自己，能够积攒下丰厚的人脉，而且这种非常注重自己的名声，在为人处事方面非常的讲究原则，总是希望向外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在事业方面容易取得不错的成就，从而为其带来很大的财富和名望。4. 从其他方面来看。1. 脚毛密长。脚趾毛须量长的人大多数运气顺畅，有贵人提拔，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朋友的帮助，会在事业上取得一番成绩。假如脚毛细而长且多的，则该人士在财运上很随意，唯有福气之人。反之，假如脚毛太多杂乱，毛粗短而硬，则往往该人士一生坎坷，失败较多，在财运上也往往容易有破财的危险，难免成为劳碌贫困的人。2. 脚有红痣。在相学中，红色的痣一般也称为朱砂痣，而如果脚底长有红痣的话，属吉痣，为旺人旺财之痣，事业发展顺利，而且还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好运，不仅自己能发达，还能带动身边的人共同富裕。这种人大多运气较好，事业发展顺畅，做事稳重，一步一个脚印，不喜欢贪功冒进，富贵长久。3. 脚下有黑子。所谓脚下有黑子，指的是脚底有黑痣。正所谓足下有痣，富贵一世。脚底有痣，以黑大亮为佳，是一种财富的象征。这种人一个做事稳妥，懂得满足。这种人大多财力丰富，生活富足，能够成为周围人都非常羡慕的那种大金主。4. 脚下有根。所谓脚下有根，指的是脚跟厚大，比较明显，与脚心位置有着明显的区分。脚部代表着人的根基和行事作风，这种人大多根基稳健，家庭殷实，贵人运非常旺盛，容易得到家人或朋友的帮助，财运上升明显，并且这种人家运很旺，子孙运非常好，子女也比较有出息，家运一直处于一个上升状态，家庭安定富裕。区区脚相居然大有乾坤在，奥妙无穷。当您在沐浴洗脚的时候，不妨仔细瞧瞧您的脚相如何，可能会受用不尽，收效无穷嘞。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